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一场神巡域。有人说你不是不玩神巡域吗？点将，谁让我玩神巡域？恰好还不巧是个内奸，也不巧是个内奸。这把我发现还是有些问题的，就是说有些基础的东西，我觉得神巡域很简单，不代表别人觉得简单。但是我真觉得，就算不用学我这么比较困难的学的话，也能让用神巡域赢。这把我开局就说了，当内奸不太好，因为你单挑能力不行。恰巧对面主公有单挑能力，到后期化身起来之后你打不过他。看过直播的话，粉丝可以在弹幕上留个言，告诉他我是不是提前都说了，我可能打不过左慈。左慈的化身迟早比我强，我单挑是最大的短板。我教过你们，要是给我这个左慈，不用给我个左慈，给我英姿的嗜血的英姿的人，我都能打过神巡域，知道吧？咱们看一下这局。这局因为你是内奸啊，我这次讲的比较慢一些，我不是想给大家暂停，因为我想给大家讲的慢一些，细节一些，你们认真听一下。我也会尽量废话少说，因为我是个内奸，首先我要刷防御，你不能排除近卫的裴修是反贼这种可能性。有人说近卫裴修就是近卫反贼是忠臣的可能性，有人说近卫裴修一定是反贼打主公用的，这个真不一定，是至尊场瞎选将人很多，所以说刷一张闪刷一个桃已经可以了。然后我的过牌用拆桥来过。咱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直播怎么来我就怎么来的。我当时在学的左慈决斗他也行，他威胁也比较大，毕竟有神曹丕谋曹丕嘛。其实我看谋曹丕也头疼，好吧？勒住了，还好勒住了啊，压制不够满啊。这一个无懈闪电，这里面注意几个点啊。刚才看见他们这一点，你能记住什么？排队闪电就剩1张了，排队无懈剩6张了。你往上捡就可以。我当时边直播边给大家念叨，排队一共6张拆桥，现在只剩5张了。一张拆齐正相生8张，再减去变7张了，对不对？现在闪电排队没有了，直接无中生有剩3张了，铁锁连环剩5张了，铁锁连环6张，无中生有剩4张，本来是4张，剩3张了。决斗排队决斗一共3张，现在决斗剩2张了。有人说你念到这些记这些干啥？记这些你才能可以那啥？发现没有？现在没有什么问题，无中第2张出现了。你现在定无中吗？肯定不能定无中了吧？吃了2个9，排队9的话一共是5张，他吃了2个9，排队9还剩3张。桃子的话一共12张，减去2张的话是多少张？10张。然后这2个桃救他，当时我看他这么打，我绝望了。他等于给左慈送一堆化身，推着内奸救他，你知道吧？那救完之后，左慈成 BOSS 了，还给我扔弹。这个时候，我当时还说一下左慈你是真不怕死。有人说为什么？大哥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谋曹丕？谋曹丕只需要你把牌全给了自己，我还以为这2个桃能唤醒他的给我牌这种可能性，给我锦囊牌啥的，没想到他直接全给了自己。全给自己，我不能说你错吧，但是你真的不怕谋曹丕吗？谋曹丕只需要让你只使用装备，你就死掉了，你死定了，知道不？桃再多也救不了你了。这时候增加的排名定的是顺手，排队顺手正常来说是5张，是除智囊牌以外最多的，第2多，准确来说最多的其实是6张铁锁连环，但铁锁连环有重入的可能性，所以并不算在其中之内。我一直好奇那些开局定5股的，我不理解他们怎么想的。排队一共就2张5股，连排队的构成都不知道吗？对不对？拆桥的话，排队决斗就剩1张了。拆桥的话，刚才说过了，对不对？杀一刀，闪电过一下是为了过牌，然后再杀一刀。这时候骗出来炸出来1张桃子，这个其实没必要救，不过他想救吧，这是等于想把人头给自己收吗？咱也不知道。阴阳村给他无懈的话，再往下减。刚才出了几张无懈了？正常排队一共7张无懈吧？刚才他这1张，对不对？现在2张了，还剩5张吧？我记得还剩4张吧？对不对？他用无懈没？拆桥的话再往下减，剩4张了吧？南蛮入侵被拆掉1张，是不是？南蛮入侵一共3张，再减去2张。你不用看记牌器，如果当然你们可以看记牌器，做主播的没有看记牌器的，做教学主播的知道吗？太丢人了。这时候拆桥再往下减，拆桥是不是更少了？3张拆桥出现，剩上就排队就剩上3张拆桥了。然后这里面有张万剑，排队就1张万剑，这个万剑一会儿可以定汉，因为这个排队整个没有万剑，不会伤害到你们。注意扔了张顺手，排队顺手几张？刚才我说过吗？排队顺手正常是5张，扔了1张还剩4张，还算多吧？还算多。结果的话，直接去杀了他。我没有给大家分析身份，只说排队啊，无懈继续往下减，包括他们手上2个名无懈啊。南蛮入侵现在就剩1张了。其实当时最早的时候，我当时不是这么讲的，这是现在看到了，当时没有看到他这张无懈，我当时还觉得南蛮入侵还剩2张。杀掉了，非要把人头给别人，给吧。
拿了一大套牌，拿了个桃子，直接曹丕没杀死，这个位置曹丕居然能活下来，我很震惊啊！这时候注意，咱们五谷没拿牌，但是牌堆就剩一张五谷了啊，不用定汉。结果最后一张五谷还被我拿到了，也就是说咱们可以又开五谷啊。再往下，刚刚记他们的牌，包括奇正相生，你要想记也可以记，但是如果来不及记，咱们不记也行。6张奇正还往上再记，铁锁连环再往下减，顺手牵羊的话，是不是咱们定汉定对了？是不是有顺手了？其实还可以往下减。AK 牌堆一共2张，当时应该没有人弃过 AK 吧？也就是说牌堆可能还有一张 AK 吧？这个我记不清楚了，可能也是被顺走的吧，这个就记不清了。现在这个时候我能力岁数大了，能力就这些了。他们给送了太多牌了，回合外的这化身我打不赢了。当时我说这把主公已经赢了，反贼是刘赞，那说明什么？文鸯跳中了，神曹操郭嘉跳反，那说明刚才一直被我没动过的谋曹丕是那个忠臣，所以说咱们的输出全打到谋曹丕身上。如果左慈聪明的话，就要顶掉这个 AK； 如果他不聪明的话，咱们就要开 AOE， 让 AK 给神曹操拿，知道吧？吃了个桃子，可以再往下减。无中生有第2个 AK 出现了，桃园结义牌堆就1张了，下一个牌堆可以，这个桃园结义可以不移除。记住，你们记住玩神巡域，虽说很简单，但是不是说定汉全定好才是最对的。你要了解该怎么去定汉，知道不？如果说我开局如果有个八卦阵什么没有加一码情况下，我开局连顺手都不定的，我可能就定一个无中，明白吗？我不定顺手的，因为很有可能被顺走。根据自己的牌来去选择定汉。又不回合外过，这咋打呀？这个时候的话，咱们先怎么办？先开万剑，开一个万剑，他没有顶掉这个 AK 的 AK 就送别人了，对吧？送别人的话，你要现在想，你是个内奸控场的，现在开始，因为你一定输。我这局到现在都是悲观，说一定输，我打不过左慈的，知道不？因为神巡域打的是一套爆发 ，AK 拿走之后，有人说你古定刀杀他吗？没距离，没必要。直接再开一个五谷丰登，有个拿个奇正相生，拆桥应该没有多少了。这个牌堆加一码其实也可以记啊，牌堆正常的加一码数量是多少？4张，减一码是3张。然后这时候火攻一些，他刚刚发色知道吧？火攻一些，反正顺手扔了，毕竟要打死他啊！主攻把桃全吃了，都不给自己忠臣留的，其实也救不活他。这个时候现在问题是什么？你现在的问题，你觉得神曹有桃没？一定有桃吧，对不对？一定有桃，你觉得你能杀死神国家？杀不死吧？那你觉得神国家能觉醒吗？也没觉醒，也无所谓了。觉醒他也无所谓，现在因为左慈现在依旧是强将。现在问题就是整体把水搅浑。奇正相生拿一下他的文鸯牌，拿完牌之后不拿盾。有人说你为什么不拿盾？拿他的牌你不做好防御，你是个内奸。这把已经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你打不过左慈，所以说我拿他的手牌目的是为了消耗他的牌去拆他的盾，然后把他打死，从他开始往这儿杀。神国家我是杀不死的，一会儿我会奇正相生神国家。注意，我奇正相生拿走的牌来个9火杀固定刀，然后曹操有桃会救他，神国家也残了。但是这个最大的问题在哪儿？最大的问题是他一直没掉血，神国家也觉醒不了，对不对？他一直没掉血，我也没让他掉血，拆他的加一码，让曹操更容易去杀他，而且曹操是杀不死左慈的这种状态的。左慈有不依计的。有人说为什么你这么自信？15张牌有 AK 他杀不死左慈。第一，他需要消耗这3张牌，还有一张拆桥，甚至于给我送牌的拆桥或者顺手什么的，要去拆掉他，至少3张牌想搞他，明白了吗？然后他才会去慢慢的去击杀左慈，考虑这个盾的如何，或者顶着盾杀，或者如何的。主攻还有盾，对吧？主攻还有过牌，被打的时候。这个时候的话，拆掉加一，让曹操更勾引曹操过去杀。牌堆借刀正常是2张，我记得开局好像已经有1张了，这个无所谓啊。拿桃救，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个啥，所有东西都是按照我的想法来打，这就是控场型内奸。有人说这个打法，看神国家交代自己所有的遗产，对不对？无中生有给咱们送了1张牌。现在几个点要注意啊。有人说，那你怕曹操有 A 减一码打你不？我说过，我控的场子是绝对不可能让你要先杀我，绝对你要输的。当然这把我也打不赢他，这把我当时就说左慈已经定了，哎，我尽力了，只能说有张火攻运气不错，拿走 AK 了， AK 也拿走，都拿走盾了，对不对？拿走我一个桃。正常来说应该拿这个斧子，拿这个固定刀，拿固定刀可以减少1张杀，少消耗，你的杀不够。有人说你为啥觉得他杀不够啊？没说完啊，因为开局大部分人刷的很多都有防御的，
他有一些花里胡哨的牌，但他杀不超过很多张的，明白吗？即使拿了一套牌，所以不用在乎。继续给我送牌，看见了吗？送起来了。这时候就来了，桃儿过来了吧？你觉得2个桃加这么多，加麦雪酱化身的左慈，他现在就用奇正相生打，你觉得他杀足够杀死左慈不？肯定不能吧。所以说怎么办？他左慈一定能活下去，只不过左慈最后赢了。这里面直接救神国家啊！有人说为啥你要救神国家？因为我怕他杀掉他之后直接杀我。有人说那你是怕他摸到杀吧？我这里面给大家解释一下，排堆胜排堆底的16张牌，整个按照就算这是一个崭新的排队，这是个新排队，160张牌的崭新排队。假设正常崭新排队，因为场上有8个人是128张牌，正常的崭新排队是160，160总数就按照这种极端的情况下44张杀，对吧？9雷5火30普通，对吧？你正常是摸4张牌才有可能1张杀，当然不排除你运气好，但是如果说我救了他的话，你用2张杀他的话，比如说你用2张杀他，你消耗2张杀换到3张杀，有概率有多低，你自己能明白吗？还是在排队底，能明白了吧？我只是为了让他拿他当加一码，防止他杀完后杀我不想再影响我的血量了。这把已经结束了，拆桥现在又不想用了，对吧？现在孙权一大制衡，要给我这个的话，1个打3个，你就可以看到了，1个打3个，更何况人头还给别人了，对吧？大制衡就可以，1个大制衡回血，新排队剩1张，新排队马上快到新排队了，这旧排队剩1张。这时候拿了张无懈，咱们如果他要聪明的话，我需要让他给我打工。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说啥？我当时说了，我最多能打到主内反了，我觉得已经是极限了。我打到主内反，因为我肯定打不过左慈。然后这个时候我说，如果你要会的话，能稳住的话，新排队到的话，你再去那个啥，我再开个南蛮入侵，对吧？你反正桃也不够，旧排队桃用光了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你还能再帮我吸一波嘲讽，还能消耗主攻1张牌。然后注意，我很多地方没给你定汉看一下，刚才有拆桥都有使用过，我记得好像是我移除了。这现在我定汉只有这么多，知道吧？只有这么多，甚至我还移除了一些定汉。我一直在想让他死活不愿意拿牌，那就没办法了，结果劈死了。这个状态进去的话，你觉得正常来说是个人都能赢吧？就算他没有好化身，给我左慈这个机会，这么多装备打他是稳赢的。看左慈怎么打的啊，1个大制衡打我就行了。这就是我经常说，孙权不是那么简单就能玩的。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先杀再制衡，什么时候后杀再制衡。你有丈八你会断杀吗？制衡掉就可以了，非要这么杀一刀。而且这是新排队，你的大制衡是有可能过到更好的属性杀的，而且有其他更好的牌。这来了，拆桥直接拆我了，千万要切记，不是定汉越多越好，因为你和他进入单挑了，要移除这个拆桥，而且移除完拆桥一会儿要移除顺手，这是新排队，他有大制衡，他都过牌比你多，也就是说拆桥顺手都移除，能保住藤甲和这个扇子，还保住这个减一码。先移除拆桥，有人说为什么先移除拆桥？因为拆桥数目更多一些，知道吧？顺手一下再杀他，再杀我，借走了距离，围杀杀一刀。这里面注意，我说过，我打的时候就说他肯定不会发动八卦阵闪的，所以再乐他一下。但是慢性自杀打不过人家的，人家现在有回合外有遗迹，有谋吕蒙，对吧？回合内有这孙权11个化身，我不知道他怎么输。所有人在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个新的玩家过来，新的粉丝过来说，哎，怎么还不投降？我说我在至尊场不可能投降的，你没见过我投降吧？对不对？这时候的话，因为他身上有个盾啊，毕竟这个取决于他是否那啥，咱们直接就硬杀吧，别送化身了，纯属没办法了。无懈也算留好吧。这个时候我要是借孙权的话，会把这个八卦阵制衡掉，连八卦阵也全制衡，因为这我毕竟有青钢剑，影响不大了。这无中生有又给咱们过牌，看我定汉什么样的牌，全移除了。一会儿可以定汉再加那个啥，自己要觉得自己能摸着无中生有，我觉得概率不高，也可以增加一个无中生有。冰凉寸断可以移除，但是冰凉排队冰凉寸断一共就2张，他用了1张之后，而且我影响不大的，明白？再冰我也不怕，影响不大的。更何况他再冰的话要送我1张牌，也不算太大的影响。这时候吃桃吃满了，这时候就不用打了，他满状态你打他干哈？对不对？减少一次化身的机会吧，送化身的机会。他也不想打我，在那续报，我在等死，他在等赢。无中生有，因为这刚才我在时刻的时候增加了无中生有，知道冰凉寸断我没有移除，但回合增加了无中生有。斧子因为咱们这里有个无懈啊，直接杀他吧。现在能不能打赢就靠运气了。
有人是我曾经说过，为什么让你们坚持到底？明眼人都看出来这把稳输，这化身不用这化身接稳输，只要他会打不乱用锦囊的话，可是他一直在乱用锦囊，给我送新的过牌。即使这样新的过牌送我，他也能赢。可惜啊，他不懂得，对吧？记住，坚持到底啊！桃扔掉，你现在问题就在于不要说桃的问题，闪的话他火杀可以闪掉，对不对？他在等 AK 很有可能简单粗暴，那要 AK 我死就死了。我更怕的是什么？拿藤甲，他想搞我藤甲，然后用其他的牌，能明白吗？所以这无懈保这个藤甲和斧子，无懈更重要。而且我无懈还有其他的打法，是不是很绝望？一直在给别人送牌。这个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他有白银，那会儿我怀疑他是不是把季孙权的化身制衡掉了，都怀疑他在干什么，还在这蹲着。哎呀，继续打，咱们有斧子啊。又拆桥，是不是拆桥借刀，所有全都挡住，顺手也挡住了。然后这个时候的话，一会儿咱们先往下再移除啥，可以移除顺手，也可以移除拆桥，两个都差不多，但是移除拆桥更好一些，明白了吗？慢慢移除，移除拆桥更好一些。借刀的话排队就2张，他用了1张之后，更何况我说不定有无懈呢，不怕的。包括他有顺手，我可以再无懈。这面的话就是我再赌了一下了，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我现在有一项就是打中他的血，打中他的血之后，他过到新的有用的牌，勾引他。我在乐他，勾引他什么？他手上可能是有无懈，我怀疑是不是可能有无懈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勾引他用无懈防我的乐，不变成那个吕蒙化身，说不定直接能给他我2个反无懈有机会。打中了，又过2人还勒住他，勒住了之后，这新牌的勒住了17张牌，结果这把能赢是他自己可能点错了还是咋回事？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被勒了还是没看，打的不精心，换了个青囊。我愣了半天啊！我在这时候愣了半天。我都不觉得自己能赢，他自己失误。有人说你是不是请演员了？大哥，你要不要看看给你们看 ID 啊？我为了证明一下给你们看 ID， 我请什么演员？我全打的是路人局，知道不？自己看一看，我请的演员吗？对不对？我自己直接扔掉了。这个时候的话是我的性格问题，你可以说我失误，但是我不想承认这是我失误，但我习惯性的求稳了。但是我觉得你的方法更好，我说一下为什么啊？这时候注意一下。我移除的那个啥很多，顺手还没来移除啊。这时候注意，我先火攻他。我当时正常来说的话，火攻有人说你直接无懈一下，再反无懈一下，过更多的牌，对吧？你明知道他手上是让回血的，对不对？没必要的。结果发现正好没有，我预判他肯定手上是个红桃，方片闪也有可能，他概率低啊，他肯定是红桃吧。结果方片桃，这谁受得了呀？这一瞬间，我突然觉得你们说的是对的，就应该是2个无懈。但是这2个无懈对于我来说是什么样子？我说我为了防这个藤甲和斧子被拆顺了，我觉得我这回一定打不死人家，有点太悲观了，知道吧？结果他放弃了，现在知道为什么要坚持到底了。我说句不好听的话，坚持到底，即使你这局打不赢，你坚持到底了，总有一些柳暗花明的时刻。也许不是你能赢，但是你能学到更多的东西。其次一点，坚持到底。我说个极端一点的情况，他有没有可能突然断网，对不对？或者说像刚才那种可能眼睛眼花了，点错武将了，没看见乐不思蜀，会出现这种情况的。不是我都有可能会出现眼花这种情况，大家能明白吧？所以这一局神荀彧的记牌，大家能够明白，神荀彧定汉是根据自己刷好的手牌定汉，而且根据自己的威胁程度，还有排队使用牌的数量定汉排队能用出去的牌锦囊最多的牌，这是你需要考虑，而且不是无脑的去定汉，无脑的增加。有人说为啥不无脑的增加，能过更多的牌？这话说的，能过更多的牌，你身上的装备一个不剩，然后人家砍死你了，人家的这样过牌多高呀？所以这局的话应该也算可以吧。